各位亲爱的网友朋友，大家好！师父好。我是怀着这个非常虔诚恭敬的心来给大家学习，试着来讲解一下《阎浮众生业感品》第4。这时呢，地藏菩萨恭敬地对佛说：“世尊啊，我承蒙您的神力的加持，能在无数无量的世界里头，化成无数的分身形象，去救度一切带着罪业的众生。若不是佛力的加持我就不可能做到这些。现在呢，又承蒙您慈悲的嘱托，要我再从现在起，直到弥勒菩萨降世成佛的这段时间里头，度化所有的六道以内的众生。世尊啊，希望您不要再担心了，我一定按照您的嘱托去做。”这时佛对地藏菩萨说：“还没有能达到解脱的一切众生呢，性实无定。”所以这里讲的这个性实无定，其实是精神高度的追求。精神高度追求的当中的这种价值观，它是随着这个它的应该叫做时空的转化而变化。比如说中国传统的文人，他得到正常中国传统的这个文化与哲学思想的教化和启蒙，主要来自于孔孟之道的这样的一种价值观，这样的一种叫做信仰。孔孟之道的教化也是一种信仰，这样他受孔孟之道的这个行为思想这样的宏观信仰的这样的一种教化，所以他就有了自己的一种行为标准行为。比如说他们也是倡导绝对不偷盗，孝敬父母，忠君爱民所以说宏观的这些概念的话，它也是一种信仰。这种信仰呢，其实就把自己的精神追求放到了他所学习到的一种高度是这样的一种这个人生状态。最后大家觉得说这个状态我也要就是孔孟的教化就是这样，我也要。那比如说学佛的呢，就是以慈悲为本的信仰呢，有很多人学了之后说这个更高，我要。也有人说我啥都不信，我就相信医疗医药为大众服务，能够直接救出疾病，所以我信医道。这也是一种信仰和追求，它只是也没有形成一种宗教修行咒语对，它也没形成一种教派，但是形成一种学派，叫医疗学派而已。所以这些它都是有这种思想高度的。那这个时空的转化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就在当今的这个世界当中，今天你去到我们亚洲或者是南美洲，甚至是非洲，非洲更多一些，就是比较经济落后没有钱买得起电脑到现在很多国家那些学生很多孩子都没摸过电脑。可是我们在一些发达国家地区，尤其是在北美或者欧洲几强国的这些学校之中，哪个孩子那个玩电脑都玩的那是滚瓜烂熟的呀，就像比专家都厉害。那所以就是这个环境就使人对世界的认识，乃至到精神世界的认识，也都是随着他的这样的知识的程度，还有引导还有政治、军事等，都是分不开的。比如说他一个传统的地方的一种部落的信仰，如果他的这个部落长，他的部落长就是他的土皇帝，他就是给大家灌输谁要弄高科技的东西你死神就靠近了你，我们的神就不护佑你了
如果他们也故意给弄死2个的时候，最后大家远离科技的概念，那所以他的思想呢就不可能开明，对不对？请问他能有多高的见地和追求吗？就没有，只能说只要我卑躬屈膝，我把我的酋长哄好，我就有饭吃。什么高大上的追求什么考世界名校啊，这些那都天方夜谭，与我没有关系。什么慈悲与仁义道德，那些都是骗人的东西，甚至他都没听说过。可是今天到了一些发达地区，什么耶鲁呀、哈佛啊、斯坦福啊，这些超级一流的大学当中，他们又追求的又是什么？科技达到是引领世界潮流的科技。他的哲学思想是说，去利益社会、利益众生的人，你才可以进入到学校，是吧？不光是这样的一种分数高，我还有一种对社会的一种责任感。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讲那个时空。你在这样的时间状态下，那你在这样的地区、这样的国家，这就是空间。现在再简单来说，就是你的生活大环境就是如此。咱们比如说刚才讲的，在最落后的国家的，他的皇宫生活，那又不一样。孩子们，每人一台电脑，请美国的老师教你，你还会说5种语言，是吧？他这个国王对他的孩子要求可就是最高的教育要求，他什么都信，他知道这个东西能通向世界，学好英文能走遍世界，知道整个国外发达的这种经济情况和什么民主自由，这世界政治的分布，他全都了解。对，反而他们的皇帝和酋长他是最明白的，因为他明白，他才可以统治那些不明白的人。对，所以这个也叫环境造人。对，中国人说时势造英雄，我说时势也造狗熊，时势也造流氓。也叫什么叫时势呢？环境造英雄，环境造流氓。环境能将你变成好人、坏人或者是不好不坏的人。所以这个佛讲的这个人的这种没有这种定性就是在这里，因为你是会随着这样的一个时空环境的变化而转化。当我们的心识为了生存而没有定性的时候，所以第一叫不知善恶，所以就会造出很多的伤害的行为，而产生伤害的业。但是呢，也有很多懵懵懂懂的也行了善，这一念之差，我要了一块饼，是吧？他快饿死了，最后剩下最后一口气，算了，4块饼给你吧，把他救活了，是吧？你不一定是绝对的高明的善，但是就是叫人性之初的那种萌动的善这也是做功德好，再接下来我们继续讲讲佛经最后作恶有这个恶业，行善有善果，为善为恶，着境而生。听我前面讲了那一番话之后，其实佛在这说明了，你是行善行恶，其实是这个环境使你行善，环境使你行恶，就是这样子。轮转五道，暂无休息。其实一种就是人性随波逐流的这个状态它一直永远不停留，就像每天的太阳，它必定从东方出生，从西方降落，从来没有一刻的停止一样，一直是在流动滚动中五道就是时空的概念，大时空的概念对，五道或六道的这个大空间的概念当中，轮转不停，从不停歇包括说善恶行为也从来没有停歇。你看很多人说，我这今天没钱，我躺在家里休息可以吗？你不敢听，对不对？很多人说，等我一天失业了之后，我再学佛法，你失业之后学得了吗？学不了，那就快得死了差不多了，你精神像死了一样，就被惊吓到了，所以你也没空学。还有一天是退休了之后学，可以吗？很少有人可以，尤其是退休了前3年了，每天
像那个猴爪子一样，抓到这儿抓那儿，就是心不定啊。因为忙碌了30年以上，忙惯了，突然一停下来之后，真不知道干啥好啊。当越没事干活的时候，不想干，嫌太累；等一旦没活干了之后，总想找点事儿干，但是他的心定不下来。就是人的心就是这样的，没有一刻定下来。当要图安静的，又想出件事来，总能想出点事来折磨自己，总能让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加手脚都忙起来。就是没钱了，为了赚钱忙；有了钱，是开始投资忙。等最后把投资投光了之后，一堆忙着说把钱追回来，就像到了赌场一样，反复轮转在5、6道之中啊，迷茫障碍，这就是我们这种人干的事儿，是吧？你这过一天真正的心稳若磐石的那种心态嘛，有也是叫片刻之间，还是假装出来的。好，我再接着讲哈。好，经文哈，正如同这个鱼，海里的鱼哈，在哪里游呢？在网里头游。对，鱼在网里头游，因为就是6道以内嘛，它每一个道都有它一个范围，就像今天说一个湖一样，你这个鱼有多大本事，你还是在这个湖里头，你不可能我在沙漠上又跑了2圈，这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不管这个鱼多厉害，在水里头，你其实是就在我这个小圈圈里头，你没有哪里都没去。所以人的这种挣扎哈，这个状态就像鱼游了半天哈，自己说哇，我已经游到天涯海角了，你会从天涯海角又游回来了，你没忘掉吧？你还在一张网里头游，就是你以为是解脱了，其实没有，你还在网里头，没办法逃脱。像这样的众生啊，我呢是日夜都替他们担忧呀。这是佛给这个地藏王菩萨在说的这个对话哈。你累世所发出的救度众生的大愿，广度这些无量无边的有罪业的6道众生，你一直有这样的大愿，而且真的还是身体力行在做啊，又是化身无量哈去做的话，那我还能有什么忧虑呢？也就是我其实很放心的。这是佛给地藏王菩萨的对话。很感动。说这话的时候，在这个来与会的众神之中哈，有一位大菩萨，他的名字呢叫定自在王，这是菩萨的名号哈。很恭敬地问佛说：地藏菩萨从过去以来都发了哪些大愿呢？有这么不可思议，令佛陀您那么热情地去赞叹他、赞赏他，能不能请佛您给我们简单讲一讲，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时世尊就是佛陀了，回答定自在王菩萨说：你好好听吧，我会慢慢给你说清楚的。说在过去无量无数亿劫，一个劫的话是多少年了哈，就数不清了，就是无量无量数以前了。那个时候有一尊佛，他的名字呢叫一切智成就如来佛。那么他和佛祖释迦牟尼的那些状态和称呼是一模一样的，天人师调御丈夫等等的，就是说，功德无量智慧具足法力无边就是大概是就这么个意思但是呢，这些称呼呢是在佛经之中，凡是说这个人成佛了，就具有和佛其他佛一样的那种状态的时候，都会用这几个名字，而标贴在那位成佛的人身上就是一种惯性的说法，就是无所不能的佛，就是这个意思。那这尊佛呢，他当时在那个世界，他的寿命还为6万劫。6万劫我可以说是多长的寿命的，几乎就是和这个宇宙共同存在，所以我们就不用去特别计算这个佛到底多长寿命，就是无量无量的长
这位佛过去的时候呢，在这个没有出家修行之前呢，他曾经做过一个小国的国王，而且与他的邻居国的那家的国王都是特别好的朋友，但是心地还是比较善良，都想能够很好的利益他的国民众生。但是这个邻居国的这些国民呢，经常干些坏事，造些恶业，比如说烧杀抢掠坑蒙拐骗，就是人就是犯这些罪嘛。所以这个社会治安特别的差，但是国王也特别好。因为这个原因呢，说两个国王商量呢，看看能不能想什么好办法帮助教化他们这个国民，对，来改变这种状况。接下来怎么改变呢？先是一个国的国王，他就开始发愿他这个发愿的原因就是想改变他人民的那种罪恶的行为状况。结果他的改变的方法呢是发愿愿自己早日能成佛，之后我度化我国的这些不良的众生让他们都能得解脱，有大智慧，就不做这些恶了嘛。这是一个国王的愿望。那么另一个国王的愿望呢，若不能把这些有罪的这个众生全给度化的话呢，如果达不到这个状况，我就不成佛，说非把他们全教化好了我再成佛。你看他不同的愿望，这两个国王好，接下来呢，这个原文就回到了又是这个现场了释迦牟尼佛告诉定自在王菩萨一个国王发愿早成佛的，那么他呢就是一切智成就如来。只要用如来或者佛或者世尊这个词的就是佛。一个国王发愿永远去度那些有罪的众生的，而不愿快速成佛的那一位，就是现在的地藏王菩萨。又在一个过去的时空中，都无法说那个时空是一种什么年代了有一尊佛又出现了这个世上，这个佛的名字呢叫清净莲花目如来。这尊佛的寿命长达40劫也别问到底是算他人间的命是多长了，无法算，总比地球的命要长很多在佛不在人世间的这个时代，佛把它另为一个名字，就是这个真人不在这个世上，叫做相法时代。相法时代是什么时代呢？就是众生只能看到佛塔和佛像这样的东西来代表着佛。在这个相法时代呢，有一位罗汉，他呢一直在普度众生。在他的这个对众生的教化之中有一次遇到了一位女子。这位女子呢名字叫做光目，光亮的光，目光的目。这位光目女呢就准备了许多美好的食物来供养这位罗汉。那么通常罗汉就是指这位修行人就是有境界造诣的修行人。从来供养的时候，一般是有一个心里的一个需求，或者一个障碍，人们是不是孩子生病了，老公生意不好，什么等等的，就是总有一点事儿来问，对，或者希望得到护佑。所以罗汉就问你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助呀？这个光目女呢就回答说，我母亲呢去世不久，我想为我母亲做一些功德来超度她。我还特别想知道我母亲死后现在哪里了。其实很多亲人都是这样，去世之后都特别怀念，会有担忧他你去哪里了对吧？他不像说买一张票去了纽约，去了伦敦这么那么直白，是吧？就这个魂儿变成个灵魂之后，不知道去哪里了，不知道登上哪列火车和飞机就特别担忧这位罗汉呢就比较同情怜悯这位光目女，之后入禅定，用天眼来寻找光目女的母亲在哪里。很快有了答案，就说你妈，
我发现了，就在地狱之中，受非常难以忍受的罪苦，正在受惩罚。看到这个状态之后，罗汉反而又问光目女说：“你妈活着的时候干什么营生的？她干过什么事儿啊？她怎么现在在恶道地狱之中受那么大的苦呢？”光目女回答说：“我母亲生前这有个毛病，专门爱吃鱼、虾、鳖、蟹之类的海里、水里这些动物，而且还特别喜欢吃这些动物的籽儿。比如说鱼，通常一个鱼肚子一大把鱼籽，就是至少几百克、上千克的鱼籽，是这样子所以他就是以吃这些东西，并且非常喜欢，是吧？一个鱼肚子，大鱼肚子一破开多少籽吧，对吧？他哪还数得清多少啊？这一辈子的事儿了，吃了一辈子，他数不清了。所以尊者您发发慈悲可怜可怜我的母亲您看用什么方法能把我妈给救出来？这光目女也挺有悟性的吧？因为掉到地狱了，知道就大哭一场就算了嘛。他这求情说能不能把她救出来？真是找对人了。罗汉呢，为他的孝心所感动了，就给他想了一个办法，所以就告诉他说：“你呢，应该用一个最恭敬真诚的心，好好诵念清净莲花目如来佛的这个名号。这还是最棒的。还有更棒的呢你呢，如果找人塑造清净莲花目这个佛像来供养，实在不行就画像也行来画像供养，甚至是给你的亲戚朋友也都供养的话，所获得的这个功德就能协助我救你妈出那个地狱，你妈就解脱了，不是这就是用这个方法告诉光目女的。光目女听完罗汉的这个指导之后，很快变卖家产，她要花钱呢，得请人画像塑像变卖家产，卖了她心爱之物有些女孩嘛，有些首饰全卖了她，用这些钱财来请人塑像画像，画这个清净莲花目如来佛的像，之后又用非常虔诚恭敬的心礼拜供养莲花目如来。一天半夜的梦里头，光目女就在梦里头看到了佛来了，全身金色，冒着金光。这个金光的光有多大呢？像不可思议的最高的山一样大呀，放着就晃晃晃的大光明，没法描述的那种光芒和伟大。佛呢就在梦中告诉光目女说：“你母亲很快就托生到你家，而且说出生之后，刚觉得冷和饿的时候，马上就能开口说话，也就是说生下来就能说话。”过不久光目的家里头他的一个婢女生了一个孩子，婢就是他家的女丫鬟。这个丫鬟呢生了一个孩子，不到3天就能说话，而且呢还能低头来行礼，用这个很悲切的目光对这个光目说话。很奇特新生婴儿就能说话。就是他那个转世的妈说：“你在这个世间它就有因果这个规律，你做善事得好报，做恶事得恶报。说你看我吃过那么多的鱼虾鳖蟹，所以我堕到大地狱了。不管好坏的果报都是报在你自己身上，你自己去承受，所以叫果报自受。我是你妈，我呢已经长久没见过什么光了，那个地方是没有日没有月的这个地狱没有光亮，光挨揍了。那用各种的方法来惩罚他。自从我死后以来一直掉在各个最大的最苦的地狱之中，受着各种的折磨。这个小婴儿继续对光目女说：“对，感谢也承蒙你的福德我沾光了，才能在今天现在投生到这里来。因为过去的罪业，但是又加上你的这个福德果报呢，我才能够从地狱出来地狱出来转世为人是不容易的，所以光目女是有很大功德的人所以她的妈生她的妈，借着她的女儿的这种功德福德，才能够脱离地狱。可是转世过来之后，因为有罪过嘛，是吧？成为一个所谓下贱女人所生的孩子，她要受苦
而且呢寿命很短，只有13岁，因为他知道这是他的果报。那死了以后呢，还会堕入到这个恶道，就是地狱之中。你既然已经把我弄出地狱了，让我转世，虽然成为下贱人，也总比地狱里好啊！你想想办法，把我别再进到地狱去了。哀求这是光目啊。光目女听到这个转世的婴儿，这位妈妈婴儿说了这番话之后，当然非常确定这就是他妈的转世啊。这个要不然呢，别人不知道这些事儿啊，所以非常相信这一点，因此呢，就更加伤心啊，哭着对他妈说：“既然是我母亲的转世，就应当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造了什么业，才堕入到这个恶道之中去啊。”这个婢女的这个生的这个婴儿啊，说因为犯了杀生和辱骂诽谤的罪业，才受到这种果报。正是因为你用供佛、念佛、做功德得来的福报来救了我，我现在才能暂时出来，否则的话，我是永远不可能离得开地狱恶道的。光目又问这位婴儿说道：“地狱的罪报情形都是什么样的呀？你给我说说看了。”这个婴儿说：“哎呀，千八百年都说不完，我在那受了多少苦呀，太多太多了，都没法说呀。”光目听了这些话之后啊，放声痛哭呀。完了之后就对着苍天何时就发愿的内容是这样：我愿我的母亲能永远脱离地狱，她此生的这个寿满了13岁之后，应当消去这样的罪过，永远不再经历三恶道。一切诸佛呀，请你们慈悲啊，来怜悯我呀，来同情我，来可怜我，听我为我母亲所发出来的大誓愿，好不好？如果让我母亲能够脱离三恶道，还要脱离下贱的身份，还要永远脱离女人的身体。在古代，很多女的各种的原因，她不喜欢自己是个女人身，她又继续加强她的誓愿，又在说：愿我从今天起，直到今后的百千万劫，以及所有的世界，以及一切的地狱，一切的三恶道中的一切的这些有罪的众生，我发誓要救度他们，使他们永远脱离地狱、畜生、恶鬼这三恶道，一直等到这些众生都能全部都成佛觉悟了以后，我才去成佛。你这个愿望好大呀！等发了这个非常广大的誓愿之后呀，就听到清净莲花目如来佛告诉他说：“光目啊，你的大慈悲心为你母亲发满这么大的誓愿，由于你发出来这么大的愿力来改变你母亲的因缘业力，我看到你的母亲当这个13年的寿命结束之后她在转世再能超生成一个修行人家，叫梵志。这个梵志的概念呢，就是苦修行的人，其实也叫修道者。这位修道者呢，他的寿命是100岁，再之后再转世到无忧国土，就是极乐世界。他可能指的是西方极乐世界寿命不可限量。因为到了极乐世界，这个寿命就其实和佛一样了就是无尽头的在这个漫长的日子里勤修佛道，最后这个光目的母亲最终她一定会成佛，同时呢还度化了无数无量的生命，多了多少呢？就像恒河的沙子一样多，这里头包括人和一切众生。这个时候就回到了忉利天释迦牟尼佛讲法的这个现场了。那么佛对这个定自在王菩萨说，当时这位用这个福德来度这个光目女的这位罗汉，他呢就是现在的无尽意菩萨。
这个无尽意菩萨呢，在好几本经书之中啊，都是为众生请法问佛的。这无尽意菩萨这个名字是非常的响亮，功德无量啊。那么光目女的母亲前头爱吃这个鱼螃虾蟹的这些东西又入了地狱，又转世成一个短命13岁的婴儿，是吧？这个光目女的母亲就是现在的解脱菩萨。我估计解脱菩萨就在当时大会的现场，你看修成菩萨了而光目女是谁呢？她就是现在的地藏王菩萨呀。地藏王菩萨呢，在过去久远的这个时代里头都是一次一次的大慈大悲的心救度母亲，为了救度母亲，又发出了永恒永久利益一切众生的大愿望。在以后乃至到遥远的未来世中若有哪些不行善的人，或者专门作恶的一切人还有那些不相信因果的，这个邪淫的、妄语的其实就是挑拨离间、胡说八道的，还有恶语中伤的挑拨是非的，甚至还有这个诽谤大乘的，说造这些业的众生都必然会坠落到这个地狱之中，也叫三恶道。大乘和小乘的差别呢，略讲一点小乘呢是以修禅为主，但是呢要消除自己的贪嗔痴慢疑的这种妄念心的，就是最终修到什么呢？无欲无求。当然不止这一点还有一个很高的境界，那么他们最终成就叫罗汉。但是罗汉不等于佛和菩萨。那在这个修禅法的这个时期，也在今天南传佛教也叫做小乘佛教也叫做上座部佛教当中是不太承认菩萨的，几乎所有的菩萨像都是长发像。他这里也有男有女，因众生的需求，他的形象是变化的，也就是身份不定，但是心定心怀就是像地藏王菩萨的利益众生的大慈大悲之心，但是他的形象根据众生喜欢接受的样子，他就是有所改变的。所以呢，我在总结呢，就是小乘的呢是以禅为本，禅和境界为本，叫无欲。禅和无欲就是我不贪欲，我不贪欲，因为我看清这个世界了，所以我不贪，我不贪财好色，我不阿谀奉承，我不坑蒙拐骗，我也不去发财这他看透了这个世界了，所以他就是把自己度得清白了。而大乘这个呢，就是以愿望和利众，大愿和利众，是以行动派为主。那你更喜欢哪一个？这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了，所以我是两面都喜欢，但是更喜欢的是大乘的利益众生的菩萨们。但是如果有人有点这个善根的话能有缘遇到善知识的指点，就是好因缘的人指点你，能够劝有缘的人，就是能最快速的去皈依敬奉敬重地藏王菩萨的话，那这样的人就从三恶道之中就解脱出来。怎么有这么大的功德与能量呢？因为地藏菩萨救度无数无量的一切众生，包括天人很多都是他度的。对，所以他的功德能量是巨大的。所以我们只要去皈依恭敬地藏王菩萨，我们就远离了三恶道了。这是佛所说说若是有人能够恭敬赞叹礼拜，用各种方式供养，比如说供养香花、美丽的衣服、宝贝珠宝，还有美食，这样发心供养的人在未来一直到永远的无量劫之中，就是未来的一切时空之中，就会升到天界，
永受所谓天界的幸福和美妙。即使这样的众生当到了这个天国，他天国的福享尽了之后，或者说不愿在天国待着了，这太美了，所以我到人间再待一待。到了人间之后，还能够若干次的，都数不清的多少次下来去做国王，而且呢还能够知道很多人类事情的前因后果和历史以及未来。他能通宿命嘛？宿命就是他一看你这个人就知道说过去你是谁，未来你还能干啥。一看这小孩未来能不能成才他就天生就有这种能力。其实很多特别能干的人，他确实有天生的一些超常的能力，他才能成为一个杰出的人确实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大家听懂了佛在说定自在王这位地藏王菩萨有这么大的不可思议的功德与神力他广泛的利益一切众生。你们这些菩萨们应当好好牢记我现在所说的这部经的内容，而且还要广为流传这是非常的重要定自在王菩萨呢，恭恭敬敬地回答佛说：“佛呀，请您放心好了，不要有任何顾虑。我们有百千万亿的菩萨们我们一定是有共同的心意，能够承蒙佛陀您的神威在人世间中广为流传这部经典，这才是真正利益众生的经典。”定自在王讲完这些话之后，起身合掌行礼，退回自己座位去了。